下面呢，咱们的这个单口喜剧就要来了。哎，当然了，第一个上来的是谁呢？是的，今天我们是体育专场啊，我们有请到的是最有拼搏精神的小鹿。小鹿最烦这个装不比的人，但是今天我们小鹿看见这么多优秀的运动员，我相信他按耐不住了，一定要比了。咱一会儿看小鹿啊，跟刘少昂啊比乒乓球，好不好？跟陈梦比脱口秀啊，跟孙木子呢比那短道速滑，好不好啊？大老师这么比可太没羞没臊了。没羞没臊，没羞没臊就不用比了，因为你是冠军嘛。然后所以说，咱们就有请什么都要比一比的小鹿。小鹿。小鹿啊，你看新来到今天这个体育专场，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的运动能力很强，因为确实是不强。但作为观众啊，我非常的关注体育赛事。我之前看到有人说陈梦在比赛的时候做美甲，作为观众我其实非常的生气。我觉得陈梦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啊，你怎么能比赛的时候做美甲呢？啊，我真的很愤怒，我去点开那个视频一看，哎，这不是比赛之前已经做好了吗？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以为陈梦是一边比赛一边做美甲呢，啊，那也过分松弛了吧？啊，在赛场上他建构、上色、烤灯，好了好了，换脚吧。我觉得啊，运动员美容、美发、美甲跟比赛成绩的关系啊，就像我跟 F1赛车手周冠宇的关系一样，毫无关系。顶级运动员啊，那都是天赋异禀又特别努力的人。但运动员除了天赋和努力，成长环境也很重要。你看那些冰雪项目，大多数都是东北人，对吧？至少也得有个东北口音吧。但你像我啊，我成长在一个云南的小山村，我就不可能成长为刘少昂。你想想，我如果小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学短道速滑，我家里人肯定会很困惑，说是中午的蘑菇没煮熟吗？什么短道速滑？你是肠道紊乱吧？优秀的运动员啊，会让很多人想走上运动员这条道路啊，还会让更多的人误以为自己能走上这条道路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我这些年啊，学了滑雪，学了拳击，学过网球，花了不少钱，吃了不少苦。我在这里没有抱怨的意思啊，但我觉得我的损失啊，谷爱凌、张伟丽跟郑钦文是有一定的责任的。请你们尽快联系我，对我负责好吗？我去上过滑雪课，当时我们一群菜鸟站在那儿，心里想的都是我是下一个谷爱凌。我们一排人看过去，谷爱凌、谷爱一、谷爱二，超过5个人那就五谷丰登了。教练就经常叮嘱我们说：“哎呦，咱别想那不切实际的，咱别老是向上看啊，咱也多看看下面，别再撞到人了。”一开始滑雪，个个都现原形了啊！一般大家都跟我们说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，对吧？说这个话的人肯定是没有练过滑雪的。很多时候啊，在雪场上跌倒了，你要在医院才能站起来。后来呢，我就意识到了，我不管再怎么学，我都不可能成为谷爱凌了。不学了，我要学网球啊，学郑钦文，剑指澳网。结果呢，也是半桶水啊。但是我们教练非常欣赏我，逢人就跟人夸说：“哎，别看咱小鹿打得烂啊，但是真的下血本啊！为了打澳网，甚至找了个澳洲对象。”尝试每一个运动之前，我都觉得我肯定能在这个运动里面挖掘出我那个不为人知的天赋。哎，我就这么挖呀挖呀挖，我坚持不懈的我报班，我买装备，我没有成为种子选手，成了个浪费钱的大冤种子选手。又不说学运动贵呢啊，主要就贵在坚持。今年呢，我还开始去学攀岩了。我的闺蜜带着我去的，跟她一比啊，我的攀岩能力可以说是更矮、更慢、更弱。她太强了，哎，她可以用2个手指抠住一根那个小细缝，哒哒哒哒就往上爬。天哪，就跟一只富航一样。她还爬墙上瘾了，现在她看到啥都想往上爬。昨天她说要来我家，我都紧张，不知道待会儿是门铃响还是窗户响。那我呢，其实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。当我要放弃的时候啊，我一定会找出各种刁钻的理由来否定这项运动。比如我最近又想放弃攀岩了，我就会告诉自己，攀岩练得再好有什么用
啊，无非就是地铁太挤的时候就不用抢那个吊环了，有个东西扣住就可以，对吧？说，哎，大爷，这个吊环让给你，你借我2个鼻孔就可以。折腾了这么多啊，我现在意识到，我能成为运动员唯一的方法就是脱口秀列进奥运会，让脱口秀成为运动项目。哎，你们不要觉得不可能啊！以前大家也觉得电竞不属于运动，对不对？但现在谁能想到，鼠标、键盘那都是运动器械了？这太棒了！哎，我改变不了自己，我就改变运动的定义啊！脱口秀运用语言动嘴皮子。那就是运动，对吧？脱口秀运动的评分标准我都想好了 ，callback 加分，谐音梗加分，煽情扣分，内部梗扣分，抄袭竞赛越好笑分数越高。要是因为太冒犯被人打了，那就去参加残奥会。毕竟那边竞争压力小，只有黑灯和小佳，他俩还在互掐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小鹿。谢谢小鹿的精彩演出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小鹿原来有一个运动员的梦想啊！有啊绝对，小鹿。然后之前我们讲过那个滑雪那些事儿，您还学过拳击啊？学过，拳击也学过。学。我学的时候，当时为什么放弃？是因为有一天我是跟托马斯一起去学的，然后呢，那个教练有一天悄悄地跟托马斯说，他好像一只螃蟹呀。怎么了？就是因为我打的时候，对，我一样是向前技能。先休息一下啦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，很开心来到咱们喜友秀。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偏偏我最争气哈。我总是把争气呢理解为坚强，有时候甚至是故作坚强。比如去医院啊抽血化验啊，很多人他不会看那个针头扎进去，对吧？扭个头没必要，但是我一定要盯着那个针头扎到我的胳膊里，因为我觉得这代表坚强。而且那个针头扎进去的时候，我心里还会对这个护士放狠话。我心想，我早晨没吃饭，你早晨也没吃饭呢，就这么点劲儿，这也不疼啊。抽完血以后呢，护士拿一个棉球给我摁上啊，嘱咐说多摁一会儿啊。我心想，只有弱者才需要多摁一会儿，多摁一会儿。我觉得我这种人要故作坚强的思想，就来自于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故事，比如说关羽刮骨疗伤，哎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不打麻药就通过跟人下围棋来分散注意力。现在想一想，这个故事啊，确实说了关羽很坚强，但他没说那盘棋最后到底怎么样。按照作者这么推崇关羽的思路来说，如果赢了能不写吗？所以肯定是输了。为什么输了？有没有可能关羽他也是在故作坚强？他已经疼得脑子都糊涂了。对方说：“将军，咱下的是围棋，你拿个黑子儿走个日字儿算什么意思呀？啊，走完以后连成5个又代表什么呀？关键你最后把黑子儿都推到棋盘上，大喊一声all in又是什么意思呀？”说到运动啊，其实我最喜欢的运动啊就是赛车。赛车在大家的印象里啊是很危险的一个运动，但是说实话，是挺危险，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。因为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啊，你像那些车手，有的赛车服它是可以短时间内防火。2020年 F1 有一场比赛啊，一个车手他的赛车撞向了旁边的护栏，顿时啊整个车化作一团大火球。这个车手在里面待了足足28秒，然后从火里走出来，没大事28秒，我想他在里面干啥了？是不是在里面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？啊，拿起电话，哎妈，那个啥，给你报个平安，撞车了啊？啊，没事，就是车着火了呗。啊，没事，都挺好的。啊，家里那边也挺好的。啊，你中午吃的啥？不跟你说了，别吃剩菜的。我没天没夜在外面跑车，不就是为了家里日子能过得好一点吗？哎呀，这不说了，我这个手机从指缝里往下淌。挂了电话以后，刚想出来，哎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然后从座位底下，哎，
掏出了一瓶安慕希整颗蓝莓酸奶，喝了2口压压惊啊，然后才从车里出来。哇，旁边的救援人员赶紧围上去，说怎么样怎么样，感觉如何？感觉如何？他说，好喝，整颗长白山蓝莓，超多超新鲜，真好喝。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赛车比赛的项目就是勒芒24小时耐力赛，就是在法国有一个叫勒芒的小镇哈，它有一个13多公里长的赛道，有一大部分就是他们的公共道路啊，平时也跑车，然后所有的赛车要在上面连着跑24个小时，3个车手轮着开，歇人不歇车。我之前啊就觉得哇，这个运动太挑战人的极限了，这一般国家哪有这样的车手？后来我想了想，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耐力车手，只不过我们一般叫他们大货司机。哎，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啊，就是一对开大货的2口子，男的在那儿开车，他老婆就在旁边给他包饺子，在车里啊，2个人平时就是吃在车里，住在车里，而且人家外国车手才是勒芒24小时，那2口子是哈尔滨到上海36小时，就连着开。哎呀，关键是人家一个车手在那儿开车的时候，后面不会有2个车手在那儿给他包饺子，对不对？不会有一个人在那儿和面，另一个拌馅儿，说：“哎呀，托马斯还有1个小时就要交车了，咱给他包点最爱吃的猪肉酸菜的。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哇，咱们真是能吃苦。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，你但凡给他一点生活变好的机会啊，他都会紧紧地抓住。我甚至觉得中国人有的时候为了活着可以不要命。你不要觉得我这句话说得很矛盾哈。有一种对话你肯定听过，就其中一个问另一个说：“你干什么？你这么干不要命了？”另一个说：“怎么办？我不得活着？”所以我丝毫不怀疑，如果有人啊有足够多的钱拍在那个大货司机面前，说我有一批货要从哈尔滨运到勒芒，24小时之内必须给我送到，我都能想象到有一天啊，在勒芒那个赛道上晚上，当一个外国车手在以30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飞驰的时候，他突然感觉后面有大灯在闪的。哇，这个大灯越来越近，然后他转过头，本来期待是一辆保时捷或法拉利的赛车经过，但他看到的是一辆中国大货，然后带着很长一节挂车，上面都是装着中国的新能源啊，在前面呜弯道超车了。这个车手会非常的惊讶，他会通过无线电跟后面的赛车工程师联系，说为什么他怎么能这么快？他怎么能这么快？工程师说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画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生活。是生活在后面追着他，还有10几个国家的交警。